那另外你還特別強調，就是說現在大家特別強調說，我出門一定要戴墨鏡，特別是運動的時候。那運動的這個，當然運動對身體是好的，是。可是你如果運動，你如果沒有，特別是爬山，我後來才知道說，原來爬山的紫外線非常強。對。那個對你的白內障或對你的眼睛的、都會有影響，都有影響。那其實我們的水晶體會是第一線受到這些光害的影響，所以以前南部的一些農夫，他們的白內障都很快就煮熟了，就很快就很嚴重了。所以紫外線對這個白內障的確有絕對性的影響。所以出門打球幹嘛，就戴個太陽鏡稍微遮一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剛剛講。那如果我知道說光線對我的白內障造成很大，那我還要怎麼樣子要小心？除了剛剛講我的高度近視，所以有光線，因為你剛剛講白內障越來越多，那我要怎麼樣去預防，或者我去怎麼去保健我自己的眼睛，不要及早的。對，像寶傑剛剛講的是出門要在外要戴太陽眼鏡，但是事實上現在人都太少出門在外了啦，都躲在辦公室裡面啦，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多出去曬曬太陽哦。所以不是因為太陽有害，而是我們身體需要這些太陽，我们要產生我們的多巴胺，讓我們身心比較愉悅。其實愉悅對我們的身體就比較健康哦。然後另外，我們有去運動的話呢，其實我們的抗氧化能力會比較好。對。然後我們可以借由食物的補充，維他命 C、維他命 E， 也會讓我們的眼睛比較不會太快氧化。所以呢，我們還是要多去戶外，讓自己身體血液循環，然後戴個太陽鏡去戶外，這是最好的，而且身心比較好。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常進來看到。就是有些病患就整個眉頭深鎖，說我眼睛不舒服。事實上，我覺得其實你心裡也不舒服，你應該去戶外曬太陽。對，原來剛才講的，你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三高，你的這個所謂的體內循環，這個東西跟我們的眼睛也有關係。沒錯，對，還有心理有關係哦，心理跟生理其實互相影響的。對，好，那剛才我們講到了青光眼，也就是說。青光眼可能你有先天，你的這個整個視神經，你是隱形的，你要非常小心。然後呢，剛剛講到的這個所謂的白內障，那另外就是現在也有很多人聽到了這個黃斑部病變、聞之色變。那我看到那黃斑部病變的時候，剛剛講看到這個畫面，我真把我給嚇死了。那怎麼樣？現在的黃斑部病變的比例高嗎？那大概其實越來越高，越來越高。那甚至就是說。我們現在黃斑部大概分4大疾病啊，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老年性黃斑部病變，它這是不得已，它是越來越老，它就越來越可能產生這老年性的新生血管黃斑部病變，那它需要一直打針哦。那另外不要打針，要一直打針，打針就打抗新生血管药進去，打到眼睛裡面，对，打到眼睛去，像從眼球眼白的地方刺進去。那像我自己本身1個月打100多支針，那它是很安全的，我就這輩子我打1萬多1萬多支針了，那它是安全，但是呢，它是可以控制眼睛的退化的，所以很多老人家他們都來被檢查說黃斑部病變，然後跟他說這不會斷根啊，他們就覺得不會斷根，那我就不要醫了啊，結果再回來的時候就失明，所以他們每次都沒有聽到第2句話，就這個不會斷根，但是它可以被控制，你要持續打針，你就可以一直維持現在視力，當你不打，你過2年就失明了，对哦，所以這個要持續控制。好，那第2個就是中風，眼睛的裡面的血管會中風。中風之後眼睛會突然黑掉，所以我們要控制我們的三高哦。然後呢，另外就是我們的高度近視產生的新生血管的問題。對啊，所以在這邊的黃斑部都會產生這些各種問題，甚至我們還遇到過就久坐不動的，像我們在足科工程師那邊，我們就常常發現這些因為久坐不動而造成眼中風。剛剛講的是靜脈中風會有，但是我們有聽過一個叫經濟艙症候群，對，就是你有聽過說下肢對坐太久了，然後會栓塞。也有那種網咖坐太久，打電話打3天3夜之後，整個暴斃了。眼睛也會，我們遇到過一個30歲的工程師，他沒有三高，他就單純在工作太認真了，他來動脈栓塞。靜脈栓塞比較簡單，靜脈栓塞可能打針他可能會好一半，動脈栓塞整個眼睛會失明。對，30歲沒有任何的基因的問題，那可以治療嗎？沒有辦法，動脈栓塞就失明了。所以我們真的要多起來動一動啊，就每25分鐘起來動個5分鐘，不要坐那邊坐10個小時。即使是年輕人也熬不住這樣的摧殘的。你聽到眼中風很可怕，是我能不能再仔細講怎樣是眼中風？眼中風它的症狀，或者說它會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過程，漸進的過程？其實大部分的眼中風都會有一些跡象，就是我們的三高沒有好好控制啊。三高就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這些的。那它的因為眼睛的血管很細，眼睛是全眼，就是眼睛呢，它是我們的等於說全身可能血管最細的地方了，然後它也耗氧量最大，所以我們常常會血壓一變的時候，就突然眼前一黑，就快要暈倒，就是因為眼睛的耗氧量最大。那這些血管呢，它可能會某些東西，它可能有點，因為高血壓血管會變窄，然後呢，如果我們有高血糖、高血脂，上面可能又比較窄的時候，這時候就有可能就突然塞住。对，突然塞住的時候呢，如果是
局部的那還好，如果是全部，那就慘了，整個就中風失明了。所以我不但是心臟會栓塞，腦部會栓塞，眼睛也會栓，而且像有些糖尿病的病人呢，我們像20幾歲，有時候我醫治過一個20幾歲的女性，這些年輕人就是這樣，就鐵齒。其實我們年紀越大越怕死啊，那年輕人都鐵齒，他們說啊，反正我死了就算了。啊，事實上我都要我每次都要苦口婆心跟他們講說，放心，你不會死，你會先失明，會坐輪椅，會截肢，會洗腎，你就死不掉。哎，所以每次要這樣恐嚇，你會活得很難過。對对对，我都每次要這樣跟你講，你就死不掉就對了，你就是要洗腎跟失明就对了，他截肢，哎，所以他們就才會乖乖的做治療。每次都要這樣子哄他們，真的有點對。但是眼睛真的是裡面的血管都會有問題，所以這時候檢查就很重要。所以我們過40歲之後呢，每年的定期檢查，我們可以有一張眼底的照相拍照，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我們有沒有這個三高，有沒有可能眼睛中風的跡象，有沒有一開始就可以及早發現。對，這樣子。那我們在看到眼科疾病的時候，你剛剛講，其實很多的疾病跟眼科疾病是有相關性的。你剛剛講的三高，特別講到糖尿病，對，你的患者裡面有很多是糖尿病嘛？非常多。糖尿病跟眼科之間，就是說，只有這個中間的關聯性，它造成的高不高？它會造成黄斑部病變嗎？還是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因為糖尿病呢，就是我們的全身的血管都泡在糖水裡面，所以這些微血管會先出問題，腎臟會先出問題，然後眼睛的微血管會出問題，那這些血管就會開始有滲漏，那滲漏之後，那它血管也會開始就萎縮掉，那就會產生新的血管，新的血管啊，這些新的血管呢，很容易變纖維化，就變成視網膜剝離，纖維化把視網膜扯下來，所以最終就是失明。所以在這之前呢，我們就要去控制它。所以要把糖尿病，那一開始會打雷射啊，現在打雷射跟打針就可以控制9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最怕是他們沒有及早治療，而不是怕說，所以及早治療、及早控制很重要。以前我們常開刀去救治這些糖尿病的患者，可是後來呢，有打針跟打雷射的一個發明的時候，這時候我們需要開刀的病例就少太多了。所以可以光靠前期的打雷射跟打針，就可以有效控制這些糖尿病的病人走向失明。所以，我本來以為說，你糖尿病會造成黄斑部病變，你說糖尿病也會造成視網膜剥離，視網膜剝離跟糖尿病有關係，是最多的。那是最後一步了，最後一步了，就是因為這些血管會一直不斷的長，然後長出來之後，它會慢慢的纖維化。這纖維化呢，那我們的視網膜其實很薄，比衛生紙還薄。那這些纖維化很粘稠，會把它扯下來。那所以呢，眼科醫師最厲害的就是我們可以進去把這些粘稠的地方把它剝離，又把這個破碎的視網膜貼回去，讓它恢復視力。所以這個刀是非常難開的。那但是呢，不要搞到這麼最後一步啦。是，我們常常講陽光、空氣、水，當你這平常存在的時候，你沒有感覺。對。當你沒有陽光、空氣、水的時候，你就完蛋了。真的。你說視力也是一樣。而且。其實，在治療眼科的時候，那是一個長期非常挫折、非常難過的過程。不要講黃斑部病變，你眼睛看不清楚。你剛剛講的會扭曲，包括青光眼，你的視野會越來越窄。我聽到很多朋友，我之前是看到了這個有人講說他得的這個所謂的視網膜剝離，好慘哦。是，他要去治療，點完以後不是這樣就算了。對，他說他趴在那個床上，趴1-2個禮拜。動都不能動，對，這麼嚴重。對，我以前也是常在開這個視網膜剝離的時候，因為以前是視網膜專科的。那這些患者其實他們來的時候，他們當天來看診的時候，我就說你明天不用上班。他說啊，不行，我明天要上班。你現在就今天晚上就要幫你開這個刀了，不然你接下來你視力會大幅的一直衰退。然後他們在醫院開完刀之後，隔天回家趴1-2禮拜之後。趴1個月，他們就開始冥想，想人生，想幹嘛的。好事是视網膜貼回去啊，然後他們有時候會發現說，那接下來他們工作就開始調整，然後就開始去享受人生。這也不是壞事啊。但是有些人視網膜貼不回去，我們還是有遇到過視网膜一直在掉下來的。那這時候就得再開第2次、第3次。對，這就真的很挫折了，真的很挫折。對，所以一開始在視網膜掉下來的範圍還窄的時候呢，可以先用雷射，然後開刀，這些都可以讓他得到還不錯的視力，但就怕太晚開。那為什麼我視網膜剝離，雷射回去就好了？為什麼我要趴那麼久？還有，我如果視網膜剝離1次以後，我就很容易有第2次、第3次、第4次嘛。它的視網膜如果因為視網膜是先有個小洞，然後這個小洞用雷射補就好。但是如果視網膜整片掉下來的時候，就補不上去了啊，這時候就得開進去，先把它推回去，再補上雷射，然後裡面要灌氣把它撐住。
啊，這個氣會被吸收，大概2個禮拜被吸收掉，所以要趴2個禮拜。是吸收那個氣，而且這2個禮拜就不能坐飛機，因為我們上高空的時候氣會膨脹，對啊，氣膨脹它就會不舒服這樣子，對，所以他在家趴2個禮拜。好，那我们剛剛講到了，像白內障這個當然都非常嚴重，可是這裡面之前有沒有一些先期的比較簡單的，或者是說感覺上沒那麼嚴重的，它其實要告訴，比如說像乾眼症，是我也有乾眼症，而且蠻嚴重的。是，那這乾眼症現在有多普遍？而且非常普遍，因為現在3C 產品的應用，其實以前的大概20年前，什麼叫電腦視覺症候群？一天用2個小時電腦就叫電腦視覺症候群。2個小時，現在2個小時才剛剛熱身而已，現在都10個小時哦。那所以我們看電腦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平常正常的時候，眼睛會一直眨，一天1分鐘會眨16下眼睛。當我們看電腦很認真的時候，會忘記眨眼，1分鐘只會眨3到4下。那這時候呢，我們眼睛本來要眨，要淚水跟油要流出來，結果它油脂孔就塞住了。那塞住之後，它越來越難流出來。那這時候就變成一個長久性的一個缺油型的乾眼症。對啊，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反其道而行？就是我們平常要刻意眨眼，我們要每25分鐘休息5分鐘之外呢，我們要熱敷眼睛，讓那個油脂是融化掉的。那熱敷時間要夠久，要10分鐘，然後溫度要40度，那它才會徹底的溶解。40度，對，40度，然後它會10分鐘左右，那它才會慢慢的流出來，然後有一個壓力存在。然後這時候也剛好讓我們的肌肉可以放鬆，對。然後平常看電腦要刻意眨眼，然後多喝水，或者叫大家你就多喝水就對，因為你要多喝水，你才會去倒水，然後倒水你才會上廁所，然後才會跟人家講話，因為就這樣走來走去的，你就不會一直坐在那邊。而且你講到重點就是，我一開始乾眼症的時候呢，就給我點人工淚液，是，而且人工淚液我還去買那個玻尿酸型，還有單支裝不含防腐劑，等於說這個拋棄式的，對，我覺得都沒有用。是，我覺得後來對我最有用的是用我熱敷。对，就是熱敷对我來講，去治療我的乾眼症是最好的保養。對，還有吃魚油，因為魚油的話，對我們，因為我們分泌出來油呢，品質更好的話呢，它可以讓我們的淚液膜更穩定。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吃魚油，那不然說魚油對我們的心血管疾病也會有幫助。對，所以我們這個年紀不怕死，怕中風，心血管疾病很討厭。那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吃每天有吃1顆魚油。對我的乾眼，所以像我以前是到40歲的時候，就眼睛乾到沒辦法戴隱形眼鏡哦。對，所以我後來就做雷射。那我現在到快50歲，我還是一樣，就每天不用點人工淚液。我覺得跟吃魚油是有關係。對，你說你有乾眼症，我有乾眼症。那乾眼症，我的做法就是我每天晚上都會用，我有一個儀器，它可以幫我熱敷。我覺得很好，我覺得很好。那你說你是吃魚油？所以吃魚油也可以解決嘛？對，那當然我看電腦時間可能沒有像寶傑哥那麼長啊，因為我平常是面對患者，所以我沒有10個小時面對電腦。對，所以基本上這一關我是過了，但是另外我是用魚油來去幫助我乾眼症。好，那你講到魚油的時候，很多人講說，我眼睛如果不舒服，我就要吃保養品，什麼葉黃素啦，什麼有的沒有的啦。我吃保養品有用嗎？吃保養品我必須說，如果是為了要治療疾病，是很難有用啊。那魚油當然對我們的乾眼症是有幫助的，這是有幫助的。好，那我們的葉黃素它其實提供一個保護的機制，它算是眼睛的防曬機制，讓我們的眼睛盡量不要受到這些 UV 還有我們的藍光的一個傷害。那可是長時間到底有沒有效果？但我覺得有吃有保佑啦。那你說大規模統計過去以來是在那些已經有病變的病人身上，它會有延緩退化的效果。可是在正常人呢，到底有沒有預防的效果？目前還沒有辦法有大規模統計出來。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覺得有吃有保佑啦。有吃有保佑，對，那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心理作用目前還是因為沒有大規模統計，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說，以醫生的角度，心理作用大於實際作用。對，好，那比如說台灣以前講嘛，講枸杞，對，明目養肝，對。那有沒有東西說有人講吃中藥？就像您的醫生，比如說講，你說魚油有用，好，那葉黃素當然還好，還不太講，就魚油、葉黃素或者今天我台灣人講我們講枸杞，對，這根本不好。我覺得 OK 啦，我覺得適量，也不要說現在就是這個月猛吃這樣子。我們說平常偶爾可以吃一下，我就對。那葉黃素的話，我們可以把它當成說就是保養的，就是像我自己平常的，如果開刀那一天一整天都在開刀，我們面對顯微鏡的時候呢，一整天都在看顯微鏡強光的時候，我自己就會吃。那這時候我會覺得燈光比較柔和，對，所以它是有這樣保護效果的。對。那如果就營養素部分呢？比如說，有人講說我要吃 B 啦，吃 C 啦，或者什麼東西的話，像維他命 C 跟維他命 E 就是抗氧化的食物。那另外鋅的話，對我們的視網膜是有幫助的。那花青素
對我們的血管的循環也有幫助。所以這些，但是事實上這些現在目前都有一個整合的整個配方啦，所以大部分都會把這些融入在裡面啦。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保養，我們就買一盒葉黃素，然後保養這樣。但這絕大部分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從天然的食材補充，因為我們只要想，我們今天這個禮拜要吃一道彩虹，各種顏色蔬菜都要吃，其實這些營養素都包含在裡面。好，那接下來就是那營養素要怎麼吃？比如說我今天養肝，有人說要，反正就是什麼顏色，各種顏色。我如果今天對我的眼睛覺得我要保護的話，對，我要多吃菜呢，多吃花椰菜呢，多吃橄欖菜呢，像深綠色的，還有黄色的这些的都会是好的。深綠跟黄色，对。但是我觉得各种颜色都吃，就至少5种颜色，一個禮拜吃到5種顏色的蔬菜這樣子。對，真的有幫助嗎？有幫助。5種多吃蔬菜，各種均衡的蔬菜這樣就好。但像我們的橄欖菜這些的。這些都有幫助，因為我本身不會做菜啦，所以基本上我也沒辦法指出來菜名，但是基本上我就看出各種顏色都有就好，就是生菜沙拉是最好的。可是因為台灣人不喜歡吃生菜沙拉，對，所以基本上就是各種顏色蔬菜都包回來煮這樣子就好了。對，好，那如果說剛剛我們講到的，你要去保護你眼睛，然後呢，你要剛剛小心的那個你的這個視野。中間還有一個東西，就是我為了擔心白內障，我不能有光線直射，光線不能直射，所以呢，我要去戴這個墨鏡。那這個看，那戴墨鏡其實很多人講，那有很多學問。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顏色？我到底要什麼樣的太陽眼鏡？怎樣的狀況下？那有人講說，那我出去帶個傘呢？我帶個傘對我的眼睛，帶個傘也有幫助，也有幫助。帶傘也有幫助。對，只要我們的紫外線不要直射就有幫助。那我們戴的墨鏡的顏色其實也有一些幫忙啊，就比如說，但全黑的或灰色的。這些一定是最有幫助的，越深越好嘛，越深越好。那但是呢，越深我們看不到路嘛，有些人就開始用顏色嘛。那顏色的話，以前的阿公派的就黃色的這樣子，那其實也是很不錯的，很不錯的。那最不好的就是那種，就是擺在架上面那種，就是炫的那種的紅色啊，那種藍色那種的，就是比較不好。哦，哎，對，紅色跟藍色那種就進去，因為光線透過去會比較傷眼睛，那種就比較不好。但是其他顏色像黃色啊這些的，其實啊褐色啊這些其實。越老派的，越不錯，越不錯。對，所以我也覺得我戴了一個藍色的眼鏡很炫，然後出去那個比較不好，那個不好。對，紅色跟藍色這種比較不好。它是講不能隔絕紫外線嗎？它的效果還是有隔絕者，紫外線一定有，但是進去眼睛的光線比較不好。對。好，那最後就是我們講我要治療了嘛，哈，是治療。現在就是像我已經很多朋友都已經做白內障了，是。那白內障會有一個問題是，我需要選好的白內障，好的這個水晶球嘛，因為很多人就很頭痛是。而且我的白內障做完以後，你就說，我就可以把我的近視老花一次解決嗎？對，其實現在的科技真的很進步，就是進去這個水晶體呢，它其實有很多功能。那我們其實把它分為極端來講的話，我們要極度的銳利，還是要極度的方便？因為這就景深延長的效果。什麼叫景深延長呢？就是說，我們如果說是一個單點，我都把它說這個景深如果很窄的時候，就像我們用單眼相機拍一朵花，那這朵花很鮮豔，那可是前後都模糊。這叫景深很短，就單焦點就是這樣子。那如果說是多焦點、長焦段的，或者是全焦段的，那它這時候可以從花可以看得到，然後呢，我們的下潛可以看到，後面站着也可以看得到，後面橋面上是幾點幾分可以看得到，這樣全焦段。可是呢，就用傻瓜相機拍出來，就 OK， 但是不是很漂亮。但是呢，就你的景深有沒有？對，景深很長，可是就沒有那麼銳利。對，所以我們要追求銳利，還是要追求方便？我們人生要做個取捨。所以這個就是大家要。所以我的水晶球可以選擇我的景深，對，你要選擇我的窄的還是景深長的？那景深窄有景深窄的好處，就像有些人是夜間駕駛，他遠的一定要很清楚，那這時候景深窄的對他來講就很有幫助。那如果這個人是阿公阿嬤，不是阿公阿嬤，大概退休了，那他每天遊山玩水，他去泡溫泉不想戴眼鏡，他去餐廳吃飯不想戴眼鏡，他看電影也不想戴眼鏡，那這時候他不需要太銳利的視力，那他就可以選擇這種長景深的，或是全焦段的，讓他眼睛是方便的，那他就可以去遊山玩水，就不用找眼鏡出門。原來不同水晶球有不同人的適用。對，看追求銳利還是追求方便，這剛好是兩個天平。那我們就要跟醫生討論說，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慣，還有他，但是也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裝啦，就是說我們要看自己眼睛的狀況來去選擇，因為有些人就先天的角膜、先天的黃斑部沒有那麼健康，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不能夠裝全焦段的，我們只能夠選擇單焦點的，對，讓它焦點集中，不要再用太複雜的光學在他眼睛上面的。那我現在的白內障的這個手術已經看起來已經非常安全了嘛？而且它好像時間也非常短嘛。
對，那白內障其實是安全說，但是不是絕對安全，就像我們坐飛機一樣，飛機還是會有問題啊。所以我比如說，像昨天有一個患者來哦，他另外一隻眼睛可能之前曾經發生那種幾萬分之一才會有的一個手術中發生問題，那這個就是每次手術其實對眼睛對身體就是一個壓力測試，對，那所以我們能夠在最快速的時間裡面把它開完，然後有經驗醫師把它開完，這是最好的。那就像我們要找好的航空公司、好的機師，對，那這樣旅程就輕鬆。但是如果我們的飛机也沒有在檢測，這基本上就是我們一定是安全至上啦。那可是一定還是會有一點點風險啦。那怎麼樣選擇讓我們可以在最安全的，然後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這很重要了。好，那我們剛剛談就是，因為眼睛很多東西就是它是不可逆的，你的唯一可以及早的治療，及早的发现，你要趕快侦測你的眼睛的这個安全那個什麼健康程度，然後及早治療。讓你的這個眼睛不要及早的惡化，那這個其實你的眼睛其實就夠用，可能跟到你過世那些你都夠用。對。可是好，那現在這個眼睛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我怎麼樣平常保養？我們剛才談到一個就是我的乾眼症，我可以用熱敷。那有人講說，我看一看呢，我要遠中近。像我有一個朋友，我們就傅鶴齡傅老師，不知道您認不認識？就是他眼睛保養的非常好。是。他現在當然年紀比我大很多，他沒有老花，眼睛非常好。他就說他看一看，他要看遠山，對，他會遠中近，他隨時要遠中近的看距離，对，就是說20，這是有幫助。对，沒錯，就是說我們要遠，因為我們平常看電腦看太久的時候，我們會把我們的肌肉僵硬在那邊。那這個時候呢，我們肌肉僵在那邊的時候，我們調節力變差，所以我們平常呢可以做一個動作來去鍛鍊我們的老花眼，就是我們眼睛看遠方6公尺之外，就是等於20尺之外的東西的時候，那這時候眼睛最放鬆的。那這時候呢，20公尺，6公尺之外就20英尺，20英尺，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寶傑哥講的20，這是從美國來的20，就是20分鐘，然後要休息一下，看向20尺遠的東西，是6公尺，對，6公尺，然後呢要刻意眨眼20下這樣子啊，刻意眨眼休息一下這樣子，對，要這樣眨眼，所以呢，就是那時候這個20這樣來的。好，那6公尺之外，那我們再往內看到我們大拇指，看到這樣，哇，看到鬥雞眼的時候，看到模糊的時候，再往外看到牆壁上的東西的時候，那再看回來，這是做一個老花的肌肉鍛鍊，对啊，對我們鍛鍊這種看微小東西的能力，這樣子，要這樣這種眼睛的肌肉鍛鍊，這樣子，這樣子有幫助，因為我們平常會就是一個固定距離、固定的時間，然後眼球就，那我現在要學的時間就是把它盯到最大，因為我們平常固定距離那個只是一個肌肉僵化而已，但是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肌肉變壯？我們要去做重量訓練啊，所以我們平常只是搬東西不會變壯嘛，可是我們要做重量訓練才會變壯啊，所以我們對焦肌肉才會這樣變壯啊。對，所以我的眼睛的肌肉也需要這樣的訓練。對，它會變壯，但是還是有它的極限的。我們60歲要像20歲一樣是不可能的事情，對，有它的極限。那有人講說，我眼睛這樣閉着，然後呢左轉20圈，右轉20圈。是眼外肌，當這個是眼內對焦肌肉啊，這個是眼外肌，眼外肌也很重要，而且這樣眼睛才會靈活嘛，還是靈活有神，而且就我們起來就動一動的時候，順便這樣身體也動一動，這樣上下左右轉動一下，這樣像大會操一樣這樣。是，對。好，那像因為我是在3個月左右，我就要回診一次，回診一次以後，我就看，其實回診前的我都會有很多開刀的，他們要先回診。對，那。現在當然，我眼睛現在都可以透過開刀來解決，還是說不管雷射或什麼的，其實有些問題是你沒錯，因為這個眼球呢像相機一樣，相機有些零件是可以換的，有些零件是不能換的，像鏡頭白內障可以換，對，可是像環斑部不能換，這底片還不能換吶，那視神經不能換吶，對，視網膜掉下來，視網膜不能換吶，所以這些還是要預防勝於治療，對，因為不可能換一顆眼球，因為病人說啊，我開刀時候把眼球挖出來，沒有，你只能夠就單純的一個零件去置換的，不可能把整個眼球換一顆新的給你啊。對，好，那好，如果我們這樣講，如果我現在要保養我的眼睛，因為我覺得眼睛現在的這個疾病越來越多，特別台灣人的這個的高度近視越來越多。我作為一般人，對啊，就特別是我覺得從40歲開始，你作為醫生，你看了那麼多，我到底平常要怎麼去注意？我要怎麼樣去小心？我怎麼樣去偵測我的眼睛？我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我馬上就要去看醫生，然後來保護我自己。對，其實我覺得。我們大概每年都要一次定期健康檢查，就是眼睛的健康檢查。眼睛健康檢查包含說，我們平常只是這樣散瞳檢查，這散瞳檢查已經算是夠精細了。但是呢，我們能夠做到眼睛的斷層掃描更重要，因為就像寶傑哥的視神經，應該就斷層掃描掃出來說啊有一點退化這樣子。然後黃斑部病也是一樣，黃斑部病我們只是看表象說，哎，這個人糖尿病有沒有問題或什麼的。
可是它表象，可是呢，深層的血管可能一些開始有問題了，或者是像有些老年性黃斑部病變的時候呢，深層血管已經開始有一些新生長出來的狀況的時候，這些都要用斷層掃描才能夠掃描出來哦。所以我們變成說，除了說要散瞳檢查，要眼底攝影，那最重要是要我們的斷層掃描，這是新一代的檢查這樣子哦。然後呢，我們大概就是不要在夜間滑手機，夜間滑手機這樣對眼睛很傷。然後呢，我們平常看電腦的時候，要每25分鐘休息5分鐘，要盡量遠離電腦，因為電腦其實對我們眼睛很傷。所以現在很多的眼科疾病，就很多的眼科症狀，每個坐下來，我都先問他，你一天用多久電腦？因為很多人都這樣眉頭深鎖，這樣很不舒服的進來的。對，其實他們眼睛模糊都是因為電腦症狀來的。對，我就說你現在出國玩1個禮拜，你什麼症狀都解了。就是這個就是眼睛的電腦視覺症狀型就這樣子。對，所以就要把電腦問題給。你要適當的來使用，要適當的，尤其像我們有些時候在加班的時候，或是我們以前是最常看到會計師，會計師那種在季底要結賬的時候，哇，忙個3天3夜，就接下來就來眼科報到了，對，眼睛太疲勞了。除了眼睛的部分，我才聽你講，還知道說，原來會衍生很多的麻煩，比如說老人家的眼睛不好，是，他就會跌倒，对，他就會出現我們很多意想不到的狀況。沒錯，像我上個月幫那個黑勇老師開刀，大家都認識黑勇老師。那開白內障，事實上他半年前就先預約要開白內障，可是呢，在開刀前幾個禮拜他就摔倒了啊，摔倒了。其實他是因為看不清楚，在家裡面摔倒，結果又坐輪椅坐了半年之後，現在才來開刀。開完刀之後才發現說，原來以前應該可以看得這麼清楚，對，原來以前都是這樣摸索的看路的，對，所以很可惜。所以其實我們早點解決眼睛的模糊問題，其實可以避免我們後面很多不小心的跌倒或不小心的一些意外的事情。因为我对这個感受很深刻，你知道，是因為我以前胸椎開過刀，我後來我才理解說，原來我的平衡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跟我的胸椎的本體神經。那我當時在做檢查的時候，我的醫生做了一個很妙的檢查，就是判斷我的神經有沒有受損。他叫我站着，眼睛閉着，我就開始晃。我的眼睛只要一閉着，我就開始晃。那我的醫生告訴我說，因為我的本體神經已經壞掉了，所以我要靠我的耳朵、半規管跟我的眼睛做平衡。也就是說，當我的眼睛不好了，我的平衡感是會喪失的。對，眼睛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很多動物眼睛都是很大顆啊，人類也是眼睛每天都要用的，所以眼科醫師就是最吃信任值的，就是所有的眼科病人他們都要找到最好醫生，他們都要等好久都能到，所以像寶傑哥每次一排就會排很久，對，因為大家都想要，就是眼睛實在太重要，每天都24小時1整天都在用，所以都想要維持它，所以真的定期檢查真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我們不斷的強調說，現在對台灣人來講，我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高齡化的社會。我們現在呢，男性大概都80歲，女性到82歲，這個年紀可能會越來越高。現在已經不是要活得老，現在要活得好。現在我們台灣平均臥床的年齡可能就是8年以上。可是更可怕的是，如果你的視神經、你的眼睛出問題的話，你的未來、你的生活品質會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院長來討論，就是說你要很早的去，你要去偵測眼睛，很早的去治療，很早就讓它去不要再惡化。就算你今天有青光眼，就算你有黃斑部病變，就算你今天飛蚊症非常嚴重，你只要及早治療，對你未來的生活都會有幫助。謝謝院長，謝謝寶傑哥，謝謝寶傑哥，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